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慧的厨房。今天我们做炸油条。只要掌握几点注意事项，你在家里也可以做出这样蓬松的油条。我们开始吧。中筋面粉300克，加入3克盐，加入不含明矾的五铝泡打粉8克，加入2克小苏打。小苏打在高温时释放二氧化碳，与泡打粉按比例混合来制作油条，是一个零失败的使油条蓬松的方法。将所有成分混合均匀，加入1粒鸡蛋，这里鸡蛋是可选项，你也可以用等量的水代替。加入水160克，这里鸡蛋和水的总液体质量是面粉的70%到73%最佳。制成的面团是非常柔软的，这样在炸制的时候，面团才比较容易拉抻。这是油条成功的第一个关键。液体被面粉吸收后，倒入1汤匙食用油，继续揉面，使油被充分吸收。如果你当天就炸制的话，请用这种按压的方式揉面，防止生成过多面筋，影响拉抻。盖上保鲜膜，醒面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手上涂抹一些油防粘，再次揉面团，使其质地更加均匀。最后在面团外层封一层油，起到防止面团风干和防粘的作用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，隔夜醒面。如果当天吃的话，请醒面2个小时以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先将锅里倒入食用油，中火加热，使油慢慢升温。砧板抹油防粘，我今天使用油防粘，你也可以用面粉防粘，这个依据你的个人习惯。使用油防粘的好处是炸完油条后，锅里的油依旧非常干净，不会有面粉沉淀。将面团转移到砧板上，不要揉面，直接将面团整形成长方形。面团非常柔软，从下面拖着面团轻轻拉抻，可以很容易地将面团拉长。将面团切成长约8厘米，宽约3厘米，厚度在0.8到1厘米左右的长方形。对于过窄或过薄的面团，泡打粉和小苏打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，不易做出蓬松的油条。这是油条成功的第二个关键。取2个面团，用筷子沾水，在其中一个面团中间画一条水线，水线的作用是为了粘合2个面团。这是油条成功的第3个关键。如果没有水的帮助，无论你使用油防粘还是面粉防粘，在炸油条时，2片面团膨胀过程中容易分开，会影响面团膨胀到最佳状态。将另一个面团重叠盖在上面，用一个干的筷子在水焰位置的上方均匀用力按压，使2个面团沿中线位置粘在一起，然后将面团两端捏合。这时候我们测一下油温，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，用筷子测油温。筷子周围迅速出现这样大量的细小气泡的时候，油温大概在180摄氏度。拉抻制作好的面团放入锅中，用筷子从侧面翻动面团，让它在油里迅速翻滚，不停地翻动面团，使其受热均匀，从而均匀膨胀。这是油条成功的第4个关键。炸油条的油温控制在180到210摄氏度之间比较合适。面团能够在3至5秒内浮起来，说明油温已经达到要求。调整到中小火控制油温，如果上色过快
或者看见大量油烟，说明温度超过210摄氏度了，要降低油温。如果超过5秒钟，面团还是不能浮上来，说明油温过低，需要升高油温。油温的控制是油条成功的第5个关键。当油条不再继续膨胀以后，就不需要频繁翻动它了。控制油温，一面上色后再翻面，相当于复炸，这样可以使油条更加酥脆。看，只要你掌握了上面的5个关键点，在家里也可以轻松做出蓬松的油条。也许它们不是那么完美，不是那么均匀，但一定可以蓬松又酥脆的。剩下边角料可以炸个油饼，将面团擀开，斜着划2刀，放入锅里。它很快就浮起来了。翻个面，将2面炸至金黄，很简单吧？搭配1碗豆浆，油条蓬松酥脆。周末的早上，给家人做一份豆浆油条吧。喜欢这支视频，就请你给我点个赞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谢谢您的观看。